农村的房子实在太便宜了，身后有栋闲置多年的房屋，主人家说只要5000块钱就可以买断了。那究竟什么原因呢？待会儿我们带大家过去看一下。然后这边啊，距离县城将近有15公里，距离镇上啊，大概也就3、4公里。按道理来说，这样的一栋房子，生活应该是挺方便的，尤其是到镇上啊买些生活物资啊都很方便。那为什么这么便宜的一个价格就可以买到这样农村的一栋房子呢？实际上啊，当我把无人机升起来的时候，我才发现啊，整个这栋房子啊没有多大，也就8、90平左右。1楼呢是有3个房间，2楼呢有2个房间，房间还比较小，每个房间呢也就10多个平方。然后房屋的占地面积没有多宽，但是它周边的这个空地啊还挺宽。以前呢，这个主人家在这里呢修建了一座房子，然后在周边呢还修了很多池子，在清水江边，以前是养鱼的。那他是从清水江里面抽水上来，在这边呢建了很多池子养鱼，做了许多年之后啊，亏了很多钱，后面呢就搬离了这里，房子呢也都不要了，所以5000块钱呢，他也愿意给他转让出去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栋房子大概的一个情况，这些藤类的植物啊，都已经爬满了房顶，有的呢已经长到房间里面去了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窗户啊，要把这个藤类植物扒开才可以看得到，整个窗户的玻璃全部都已经碎掉了。这一株藤类的植物长的是枝繁叶茂，而且长得特别的密集，整个房屋啊都爬满了。然后以前他在这边建造这栋房子啊，说是花了10来万左右吧。这栋房屋建好了之后，又在旁边修的那些鱼池，整个这块他说是没有这个菜地的，完全都是一些山石。房子呢靠近清水江，底下就是一条清水江了。整个房子这一片呢都是悬崖峭壁，我们从航拍的镜头也可以看到，这些山势啊特别的陡峭，崖壁之上呢长了很多藤类的作物。看到整个清水江面的水啊绿油油的，特别的漂亮，对不对？然后清水江呢，据当地的老乡告诉我说，鱼类资源啊也是非常丰富的。以前在这边建房子养鱼的目的呢，也就是因为清水江里面的水，水质特别的好，在这里养鱼呢，养出来的鱼质量也是特别的鲜嫩。没想到这一笔投资下去了之后，一下子没有做起来，亏了这么多钱。我们可以看到底下这些有些房屋的地基轮廓、池子，还可以看得到。以前呢都是养鱼的地方，上面呢它还搭建了立柱，搭了棚子。这里距离江面啊是特别近的，然后整个清水江呢上游是从贵州那边流过来的，流入我们湖南的湘西这里呢，就和酉水河汇合在一起了。我们现在走到房间里面去看一下，整个房子当年建好了之后，基本上没有过多的装修，就做了一些门窗。后面房子不要了呢，把这个门窗都已经全部拆走了。窗户我们可以看一下，也留得挺大的，将近是1.5米乘以2米的一个尺寸。透过这个窗户啊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视野是特别开阔的，就可以看到整个清水江的江面了。底下呢有一座小桥，那边呢有2户人家。这栋房子我们刚才说了是没有菜地的，周边呢都是一些山石，底下还有一些池子，现在已经全部破坏掉了。当年呢，在这边的投资也是挺大的。其实整栋房子没有过多的装修，像这样的水泥砖，它的结构还是挺不错的。做一个粉刷，然后再把墙面给刮白，这样的房间还是可以住人的。当然，房间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没有多大，将近呢也就12个平方左右。底下还有1层，下面呢有3个房间。现在已经是找不到路下去了，可能要从那边绕上一圈吧。然
然后我们再过来看一下，这里还有个房间，旁边都是这样的一些废弃的建筑小房子。看这边实际上还有一栋小房子的，但是屋顶呢都已经不见了，只剩下一些砖墙。然后这块位置啊，也是一个卧室，那边还有一间，两间是连在一起的。整个房间呢，一间也就10多个平方，那边也是。然后看这边有棵植被已经长到了房子里面。我发现整栋房子好像没有多大，但是它的楼层高度倒是挺高的，将近是达到了3米多一点。然后这边呢是堆放了很多木材，这些木材也都不要了。再走过来看一下这个房间，这个房间倒是挺不错的，两边都留了窗户，所以房间里面的透光性啊比较好。这边呢就是靠近清水江的江面了，然后这边啊也都被一些植物啊都爬满了，整个房子我们远远的看过去啊，都被灌木丛笼罩着。如果不仔细看的话，根本上发现不了这里是一栋房子。那我就在想啊，这样的一栋房子，基本上只剩下了一个框架结构。所有的房门都需要更换，包括这些窗户都要重新再做，还有地面，还有墙面，工程量太大了。5000块钱的价格，基本上买的是一个地基，加上这样的一个砖墙结构。虽然没有多少钱，但是这栋房子的改造，相信10万可能都拿不下来呀。这边好像是有楼梯可走到1楼的。这栋房子的设计我觉得很大的问题，它1楼的位置和2楼是不连通的。看底下这边有2个房间，那边还有一个房间，但是在1楼的位置是没有楼梯可以走到2楼的，非常的奇怪哦。然后2楼要从这边走上去吗？但是这边的楼梯又走不下去，非常的奇怪。然后在这块位置啊，我们还发现还有一座房子啊，这座房子倒是特别的奇怪，只有一间靠着背后的这个石头宝坎，看那边就是石头宝坎，然后用这边砖砌了，那边是留了一道房门。以前这里呢也是一个窗户，顶上呢还打了橡胶板。这样的房子当年能够住人吗？我就有个很大的疑问了。好像整个这一片呢，它就是依着这个地形而建的房子，在旁边还有一间。难道说这个主人家5000块钱可以把所有的房子一起卖掉吗？这个视频啊，越拍越有意思了。我觉得好多地方太不可思议了，不知道当年在这边发生了什么。据他说，当年是在这里养鱼的，但是感觉好像不太像啊。他所有的投资是非常大的，然后建了这样的房子，感觉特别的奇怪。看这个窗户啊，都已经全部烂掉了，包括这些门窗上面的这些砖墙出现了很大的裂缝，整个房屋的基础是做的非常差的。你看那个位置已经断裂了，然后整个房子给人的感觉里面特别的阴森恐怖的。我们还是壮着胆子往里面再看一看，看有些什么。所有的家具什么都没有了，然后就是这样的一栋空房子。这边好几间连在一块呢，然后我们再走过来，还有一间。整个这一块都是背靠着石头坎而建的，然后房间都没有多大，不规则。整个房间呢，显得不是直角的。看整个顶上还做了橡胶板，这块呢橡胶板也断裂了。这个房屋的基础还是做得很差。然后这边还留了一个门洞，还是后面人为破坏的。
这个主人家可能很喜欢喝酒啊，这地下都是一些白酒的瓶子，酒已经喝完了。这边还有一双很大的鞋子，看起来有43码左右。这个主人家应该是比较高的一个。这个主人家应该是一个比较爱喝酒的人，底下有很多空瓶子，应该都是白酒，但是上面的字啊已经是模糊不清了，看不清楚了，很多年了。然后这边还有一双皮鞋，看起来应该有43码左右。这个主人家个子应该挺高的，肯定花了很多钱。看这边的石头坎都是水泥加上石头垒砌的，而且特别的高，应该达到了2米多。这一面过来将近有20多米，然后呢就沿着这边的石头坎又建了一座房子，但是基础啊特别的差。你看这边所有的墙面都已经断裂了，这样的房子肯定是不能住人了。走在里面一个人感觉有点害怕哦。这边感觉是一个池子，上面都已经长满了绿苔。这个地方太诡异了，好像感觉主人家和我说的不太像啊。那究竟当年这边发生过什么呢？真的是百思不得其解了。有时间我们到村子里面问一下本地的老乡，看看这栋房子究竟为什么在这边没人居住。那这个5000的价格是很便宜，但是实地看了一下之后，觉得很多地方太奇怪了，再考虑一下吧。好了，这期就为大家拍到这里，我是石头，喜欢的请记得点个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